好，今天我们就是在这边要测试这台 Panasonic 松下的 GH6。在我的旁边有谁？阿莲。阿莲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他的 IG 还是什么 Facebook 啊。想认识阿莲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他的 Facebook。OK， 他今天就是当我这一集的模特。May you always find your way to higher ground. May you always keep your head held up high. Pretty little thing,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shining from within. I can tell that you're tough. Just the sight of you when I'm at my weakest point makes a world of difference, oh you make me strong. Pretty little thing,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shining from within. I can tell that you're tough. Ordering a cup of love, feel it rising up and above. You will always keep my heart and soul strong. Plant your seeds and watch them grow. The light will always know where to go. You will always keep my heart and soul strong. 这样大的萝莉果啊，走了，萝莉走了，拜拜。坦白的说，我的第一台无反相机是 Panasonic 的相机。那时候应该是在10多年前了哦。那时候我用那台是叫做 GF1， 英文叫做什么？知道。Girlfriend No.1。这台是 GH6， 那个时候他们 GH 是刚好在出第一代的时候。不过这台机现在 GH6 这台机呢，已经来到第6代了。其实我蛮喜欢 Micro Four Thirds 传感器的相机，因为它有它特别的地方哦。当初 Panasonic 及 Olympus 推出这个 Micro Four Thirds 的相机的时候，他们的主打是说 Micro Four Thirds 的相机都是轻巧。不过现在这台 GH6 已经不轻巧了，越出越大哦。今天我就是要测试这台相机，拿来拍照片跟拍一些视频，是要测试到底这台 GH6 到今时今日还有没有它的地位。应该是说还有没有它的市场？多年前，当索尼推出它的无反全画幅相机的时候，其实对 M43的市场打击很大，因为那时候索尼推出的无反全幅的相机，它的体积还比这台机还要小。其实 GH6 这台机比我现在拍摄这台 A74 的体积还要大，还要重。GH6 机身的体积增加，是因为加入了电风扇。对比 A74， 当然机身会比较重，也比较大。很多专业的相机都有内建电风扇，防止在拍摄视频时容易过热。目前 GH6 可以无限制的录制视频，可以说是一台专业相机的规格。所以今天我就要测试这台机，到底这台机的表现会是如何。好，当然我还会对比全幅 A74， 在高 ISO 情形之下，到底它的表现会是如何。所以等下我会做一些测试给大家看。经过多年后 ，GH6 终于提升至2500万像素，是一个全新的传感器，也搭配了全新的处理器。视频规格也从 GH5 增加了10比特 5.7K 60帧的规格 ，4K 也提升至120帧。最大的提升就是可以内录 5.7K 最高25帧的 ProRes 422G HQ 的视频。然后透过 HDMI 输出可以录制 RAW 的视频。虽然只是使用10比特422 Long GOB 的设置，我觉得已经很不错。我很喜欢 GH6 所拍摄出来的效果，很有电影感。GH6 这台相机它内录可以录制 ProRes 422G HQ 的这个档案。
如果在其他相机里面要找到可以内录 ProRes 的 file 的话，除了这台，目前就是尼康的那台 Z9 有这个功能而已。不过尼康的那台相机目前马币是要卖2万块，至少。不过这台9500块就有可以内录 ProRes 的功能。当然，除了 Z9， 你还可以从 BMPCC 4K 或者 6K 那2台机那边得到这样的功能。不过 BMPCC 对比 GH6 的话，它们简直是2台不一样的相机。有这么强的视频功能，这就是为何我对 GH6 有一股莫名的好感。虽然它的传感器是使用 M43 的规格，不过拍出来的效果是真的很不错。GH6 还有一点做得相当出色的，就是它的机身防抖可以达到 7.5 级的防抖功能。在没有使用稳定器之下，手持拍摄视频也可以达到相当稳定的画面。比起其他厂牌的相机 ，GH6 机身防抖的效果真的很不错。对比索尼的 A74 ，GH6 的画面就相对的稳定许多。到目前为止 ，Panasonic GH6 还是用作松下的 DFD 对焦系统，因为 DFD 的对焦系统，它现在还是使用作 Contrast Based Detection 的一个系统。怎么样来讲，它比那些相位对焦 Face Detection 的那些对焦系统呢，会比较差了一点点。所以你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包括这台 GH6， 我是觉得它是表现得还可以。不过偶尔有些时候，它还是会抽搐一下，拉一下风箱。虽然说它的眼睛啊，还是脸部对焦已经对上那个主体了，不过它还是表现得还不错。只是说你在使用上，你就要特别去注意它的一些缺点。应该这么说好了，只要在足够光源之下，在拍摄视频的自动对焦还是不错的。眼睛及脸部对焦还是可以锁住目标。当然，使用不同的镜头，自动对焦也是会有不一样的对焦效果。或许手动对焦才是比较适合。在拍照方面，自动对焦都表现得很不错，只是在录影那一方面就必须多加注意。还有一点，在使用100或120帧拍摄视频时，眼睛及脸部对焦都不能使用，所以在自动对焦上就更加要注意。我对这个翻转屏幕其实是蛮喜欢的，应该其他的相机品牌应该要把后面的翻转屏幕设计成这个方式。对于拍摄视频或者拍摄照片的话，这个方式会比较方便。然后它背面的这个屏幕已经提升至184万点的触摸屏幕，所以在室外做拍摄的话，这个屏幕它的亮度、颜色的饱满度都很不错。然后它这个电子观景器，它已经也是提升到369万点的 OLED 的屏幕。然后这台机还是保留了 Full Size 的 HDMI。透过 HDMI 外录的话，经过 Atomos Ninja 5可以做 RAW 的录影。GS5 已经有的功能，比如说 3.5mm 的外界麦克风，然后还有耳机的接口。然后这次它也提供了一个 USB-C 的一个接口，它也可以供充电。不过除了这个功能之外，据说接下来透过软体的提升 ，USB-C 也可以做连接 SSD 来做录影的功能。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现在可以使用 CF Express Card Type B 的卡，然后第二个卡槽它现在还是保留做使用 Type 2的 SD 卡。机身顶部及正面也加入了2个录影的红色按钮，在录影时前方也有一个红色的指示灯，然后顶部也加了一个专门调整麦克风音量的按钮。这些新增加的功能都是为拍摄视频而设计。这台 GH6 也是一台拍照不错的相机，虽然说它是主打视频的功能，不过这台 M43 规格的一台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也是有它特别的地方，它的前景深的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我现在就是用作这支 Panasonic 25mm f1.4 Summilux 的镜头，照理说它的 f1.4 所拍出来的前景深效果是有的。不过，如果是对比全画幅相机的话，它拍出来的前景深的效果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目前 Lightroom 还不能支持 GH6 的 RAW 档案，所以这些照片都是以 JPEG 来拍摄，都是使用 GH6 里的 Standard Picture Profile， 然后在 Lightroom 里有稍微的调整色彩。虽然 GH6 是定位为专业视频相机，不过在拍摄照片也有不错的效果。让我们来看看 GH6 的高 ISO 表现，对比索尼 A74。虽然这个对比会有一点不公平的对待，毕竟两台的传感器大小不一样。这个场景我都保持一样的焦段及曝光设置，只是变动 ISO 从 ISO 800至到12800。从这个对比来看，当然全画幅的表现会比 GH6 好一级，噪点会比较不明显。我个人是觉得噪点这东西是见仁见智，必须以自己眼光去判断它的利与弊。以 GH6 高感的表现，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GH6 还有一个新加入的功能，叫做 Dynamic Range Booster， 只要一启动，亮部及暗部的地方可以调整的宽容度就更大。我大概测试了一下，发觉暗部的细节会比较好一些。这个功能的最低 ISO 是从 ISO 2000起跳，所以要使用必须配合 ND 滤镜。我觉得这台相机在录影这一方面，它真的是一台很不错的相机，尤其是你使用它10比特的视频的规格的话，我这次是没有测试它 ProRes 的视频拍摄，不过我使用它的10比特 Long GOP 这个规格，我都觉得它的画面解析度、锐度都相当的不错。这个有可能跟 M43 的传感器有关系，因为它的前景深可以说是比较深。这个是我的看法啦，所测试到的效果。说真的，这台机以这样的价格，它内录可以录制10比特120帧的视频，然后又可以内录 ProRes 422 HQ 的视频，然后它的 YJ HDMI 又可以录制 RAW 的视频，我觉得 GH6 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前提就是你要去接受它的 DFD 的对焦系统。这个 DFD 的对焦系统，它有它的脾气哦。我不是说它不好，不过它有时候它就会锁一下脾气，跟你抽搐一下，或者是拉一下风向。假如说你们是使用手动对焦的话，当然这个问题就完全不会出现。然后最大的重点就是它的机身防抖做得很赞，在录影这一方面真的是做得很好。手持拍摄，它至少怎么样的好，都比其他厂牌的相机它要稳定的许多。GH6 整体看起来是一台不错的相机，有它特别的地方。松下的 GH 系列一直都定位在拍摄视频这方面，经过那么多年的进化，我相信买 GH6 是不会错的。至少我自己也觉得好玩。如果你需要一台全能的相机，又不想花更多的钱，不妨考虑 GH6。这次我要谢谢马来西亚 Panasonic 松下借我这台 GH6 来做测试，然后当然也要谢谢 YL Camera 安排了一些镜头给我测试，比如说这次 Panasonic 的25mm f1.4 Summilux 的镜头。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此为止。你已经中毒，让我帮你解解毒。我们下次再见，拜拜。